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左冠廷，吴哥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吴哥好，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詹委员，吴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云夫，大家好。立法院荣誉顾问三哥陈柏惟马上赶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讨论。OK， 好，那今天大致上几个部分，赖总统回国了。OK， 那一样是搭乘那个斯瓦蒂尼的专机，然后回来，那当然他还玩笑的说，那个这是算是航空版的温馨接送行吧，因为他们的副总理那又来又一起陪着回来。OK， 好，那在这一段的过程，所有的批评里面，当然在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批评的最重，然后呢，然后让国际看笑话啦，然后要让赖总统下台才能够中华民国尊严。好，那民众会怎么样看待？那对于老鼠来讲的话，那老鼠爱大米这首歌是一首歌，但是大家没有这么爱老鼠，好吧？那台北市长蒋万今天下午4点钟开了一场记者会。那记者会是表示，这整个当然除了在讲台北市政府，然后在消灭鼠患的过程的努力啦，然后给公务员尊严啦，类似这些以外。整件事情已经开始升温到政治议题了吗？那这算是在绿营游击队什么样来讲的话，当然还没有正式提名，不过这算是一个起手式吗？今天那有新北市的民调出来，对川普来讲的话，整个优势还在吗？好，那当然一开始要让大家知道，就是在国民党，今天是国民党党团大会，明天立法院朝野协商。要协商军购这个议题，那到底党团大会是怎么样？不过整个一开始要讨论这以前，冠廷是媒体上讲的你的前助理的一件事情，这事情怎么样？就是面对司法因为这个调查没有到我啦，但是我身为他的老板或前老板，我就是都建议他们要好好去面对。那因为这个案子在调查中嘛，我也不能去询问他们太多案情的细节，那只叫他们好好面对。那所有的司法我们都会配合。OK， 好，那这部分，那刚才冠廷也已经做了一个说明。那除了这个以外，刚刚讲到对国人来讲非常在乎的就是军购的这一段，到底国民党是要提的版本3800亿加 N8000，还是有其他一些版本呢？让你看一下相关的说法。来。我再强调一次，金额从头到尾就不是问题啊。我们的共识就是要有发价数，要美国政府的发价数。昨天下午，秘书长李乾隆亲自打电话给我，他说不希望看到这个版本造成党团的分裂，我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这也是昨天我跟李乾隆副主席沟通的结果。他跟我讲，他讲3800加 N。就是8000。怎么看郑丽文说要选的都支持3800加？我觉得这个要选的，我觉得这个讯息跟我们的认知有点误差。好，那刚才一开始跟观众朋友介绍，那立法院荣誉顾问 Thank you 哥陈柏惟赶到现场，来欢迎 Thank you。来好 Thank you。好，Thank you 考一个数学，3800加 N 等于8000，所以大家终于知道那个 N。等于5000， 3800，8800嘛，8000啦，所以那个 N 就是4000，终于知道 N 原来是一个有答案的一个数字，是这个样子吗？3800加 N 就是等于8000吗？那到底国民党的版本是什么？今天本来讲会不会有表决，看起来没有表决，而且已经讲到避免党团分裂这样的一个词喽。冠廷是会搞到是这个样子吗？一个军购案搞到纪凌莲要讲到韩国瑜讲得这么重，然后党团之间为了这些数字，然后大家要分裂。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战略已经非常清晰了，就是要拖。我先讲他的目的是拖，前面的手段是骗人跟说谎。刚刚那个郑丽文的这个讲的话，被柯志恩的那个表情回应了一切嘛。郑丽文现在是对外公开讲说。多数要选县市长的人都支持3800亿。柯志恩如果确实是的话，柯志恩跳出来，对呀，3800亿赞啦。李世川出来讲3800亿赞啦，有吗？没有啊。所以外界现在我们雾里看花，可是这几天他们的攻防其实已经知道方向了。郑丽文就是要3800亿加 N。可是这个加 N， 因为现在已经被赖士葆给破解了，这不是我们讲的。赖士葆今天出来跟大家讲就没有加 N， 对，没有 N 啊，因为这逻辑是对的，对呢。反正赖士葆点醒了我们这些人，对，因为现在是过特别条例，特别条例是定预算，到时候可以编得上限。所以我举例，假如最后是过3800亿，那代表行政院未来的特别预算只能送3800亿为上限。如果今天过8000，行政院送8000亿为上限，过1.25兆为上限。但假如过1.25兆，它也可以送1兆1，都是上限嘛。好，所以没有3800亿加 N，
3800亿加 N， 现在国民党普遍给社会的认知跟我们的理解是说，好啊，那有发价书再送，对，意思就是我现在先过3800亿的特别条例，那你送3800亿的预算来，我们审完了，未来有新的军购，美国给我们发价书之后，你再送一份特别条例，所以就不要骗的那个 N 就不要再讨论了，就是3800亿或8000亿或1.25兆的选择嘛。我的判断为什么叫拖？我认为他这样子的状况底下，最后就是让韩国瑜明天的协商也不会有结论，而党团也没有结论，而党中央坚持3800亿，那就可以在川普跟习近平见面前，台湾跟美国买的军购无法定下来。我认为这件事已经是阳谋了。喂，要不要直接回应这一块了？就第一个。国民党难道真的就是因为刚才冠廷讲的是老共的因素，那郑主席见完那个以后，要把这个案子拖到川习会以后吗？最起码让川普跟习近平两个人之间，让习近平面对川普的时候，感觉上有个筹码可以谈，会是这个样子吗？那对于国民党来讲，刚才那个如果不是冠廷的阳谋，那现在这个发展，你们觉得未来到底该怎么办？秘书长兼副主席兼秘书长李乾隆打给赖士葆，因为讲话越讲越党主席的威信不要挑战嘛！党主席都跟你说8000亿的是少数，你们出来要面对记者直接说没有8000亿的是多数，那党主席以后大家怎么巩固领导中心啊？先讲一下川习会的因素，郑立文主席本人没有特别说过这段话但的确我们党内一直有这套论述就是说川习会大概5月中左右，5月14也就5月14，然后要召开的。当然川习会像港媒就说3大议题嘛，台湾议题，然后这个伊朗的议题，然后包含经贸议题，所以川普跟习近平见面之后，台湾的问题，川普的立场是什么？会对我们更好，或对更不好？不知道。那当然，现在的军购案，当然某种程度也会成为一个我们跟美国谈判的，或者增加自己筹码的一个立场，或增加自己的这个筹码所以当然这个是一套论述，但郑立文并没有从头到尾并没有证实过这个事情但你说是不是老共因素？当然不是因为郑立文其实党中央版本从头到尾他就是讲3800亿加 N。那我现在认为其实不管今天李乾隆副主席，包含傅昆萁总召，他们都很明确讲说，李乾隆说这个3800亿加 N 跟8000亿基本上是一样的事情，就等于8000亿那这个对，那但我们普遍认知有某种程度认为加 N 大概就加8000亿那傅昆萁其实给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就是发价书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按照傅昆萁副总召的逻辑，我反而要奉劝各位民进党的朋友应该支持我们党中央3800亿加 N。怎么讲？我们3800亿加 N 不是加一个 N 搞不好按照发价数，如果真的有来是 N 加 N 你们不是一讲1.25兆吗？如果真的发价数有这样子的话，按照傅昆萁总召的话，不是反而更有机会让这个军购预算变高？那我的意思，党中央其实也有过类似的说法，郑立文本人也有类似的说法，就是这个 N 不是真的等于说直接只加到8000亿而已，它是可以讨论。当然也有可能都没发价书，然后美国的军购真的出现问题了，那真的可能像刚刚冠廷讲的，一次的特别条例就框在3800亿里面。好，那最后都要讲，不管3800亿，然后8000亿或加 N 加1.25兆等等。最后要承担的，的确，因为国民党我们现在是在立法院是这个多数党那我们决定的这个军购的它的时程以及它过与不过，所以不管最后采取怎样方式，最后回过头来都是民意去检验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现在我们党内这些争议我都觉得真的是我们自己创造了一个缝，让大家去这个挑拨离间好，不管是韩国院长郑立文主席、傅昆萁总召等等那这些都党内的事情，大家可能民进党朋友看了这个，觉得哇，你们党内乱七八糟，郑立文的这个领导威信又被挑战，但对我们来说，重点不是这些重点是3800亿加，如果未来党版是以这个为主通过的，好，党中央强力的需要这个党团都按照这方式去走的话。我们要怎么跟民众沟通这个事情？我们加 N 这个 N 的保证在哪里？如同傅昆萁总召讲的发价书，或者是我们加 N 的确可以更有效的，可以购买更多，或者是购买比较少或比较需要的美国的所谓军购的武器，这才是我们应该去支持或者是吸引中间选民或民众去认同国民党。我觉得最后应该还是会以党的版本为主郑立文都已经很明确的讲说3800亿加 N 是。从头到尾，党中央就是这套版本，而他直接指明的立法院的这些立委是少数。虽然很多人跳出来讲说，当时支持8000比较多，但我的意思是指说，实际上立委有不同意见没有错，但是党主席已经说这个话了，
那你今天除非你要推翻这党主席。实际上，立委有不同意见没有错，但是党主席已经说这个话了。那你今天除非你要推翻这党主席，那不然党主席他的意见当然是国民党现在目前最重要的意见。那以这意见来说的话，我就觉得把3800张你好好去解释，或许会回到像李乾隆或傅昆萁讲的3800加1等于8000亿，或甚等于更多东西。我无法理解啊，不是现在就多数的立委都认为要8000亿。为什么现在国民党党主席说了？对，因为党主席说是要3800亿，然后是为什么你不要我也这立委应该去说服这些立委啊？不是你现在不要管我们党哦，我们民进党支持1.25兆，这立委你要做的事情是你要说服你的立委，赖士葆这种不是我们青鸟了吧？这种不是民进党了吧？柯志恩嘞，我刚才已经讲很清楚了，你这立委连你的立委都无法说服了。8000亿是国民党多数立委的想法，我们民进党认为要1.25兆，为什么一定要3800亿？我觉得这立委到现在没有讲清楚，为什么？我回答了，我先简单回答。第二个，委员的技术有刚才的逻辑我懂，好，就服从党中央领导嘛。但第二题你们也没有回答大家，3800亿加 N 怎么加？不是啊，条例就没有加 N 嘛？没有啦，就后面再有条例才有啦。所以就不要骗人，没有，你就跟大家讲，这一次的条例只有3800亿，对，未来有发价书再提一次条例，再送一次，你们重新再送预算，我们重新再准。我们也告诉你了，民进党中央、我们的国防部、我们的党中央、我们的党公职告诉你，这样子搞，别的国家会插队。不是，为什么我们要鬼打墙啊？不是，你们3800亿加 N 的问题就是行政院要重送一次条例。送一次，你们要再审一次。郑丽文突然又讲说，不行，我们这次只支持多少不行，党中央要决定，就你们没办法说服人民呢。然后最后一点，我最后要讲，郑丽文今天就再度说谎，跟大家讲说，我们不能支持1.25兆，是因为所有的细项、所有的明细、所有要买什么、美国要卖我们什么，全部都不知道。拍谁不要再说谎了。你们的立委，民众党的立委有去开国防、外交、机密会议的，全部都知道。我不是立委，我不知道。但所有他们立委出来之后，立委们互相问，媒体们问说：“你们知不知道？”都说知道。所以这立委不要骗人的嘛。回应吗？回过头来，还有这个所有的美国卖的东西，我们都知道，然后他有来沟通，但是知道他这个价格加起来到底是8000亿还是1.25兆？这个老实我不知道，立委才知道。然后回到这个根本啊。的确，郑丽文要去说服的是这个党内的这个所谓立法委员们。那现在我们国民党立委为什么会比较多支持8000亿这版本？就是有民意的压力嘛，民意就觉得说，那我不想要民进党政府的1.25兆，不知道多买了什么东西。但我觉得这个所谓的3800亿好像就太少了。那美国人就要卖8000多，我们觉得这样最好，这是社会目前大多数人认为的事情嘛。所以郑丽文真的该做的事情是不是去摸这些立委的头？是民众要支持3800亿加 N， 是我们要论述让这个东西是合理的，是民众认为可以保障我们的国防的，要是要我们不会少买的，这才是我们当然把民众。譬如举例来说，真的郑丽文搞到最后，民众都支持，觉得3800亿这样有道理。你觉得这些立委们或者要选县市首长的人会反对吗？就民意的基础嘛。那回到这个最后还是要讲哈，这个我觉得3800亿哈，这个当然他最后到底是8000亿还是这样？回到汉庭讲，回到冠廷讲的没有错哦，就是他的确是第2次或第3次新的国防那个特别采购条例。那当然之前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讲到说是不是针对新的发价书有比较快速的通过方式等等，我认为这是可以讨论可以协商。那也的确按照国民党立场。现在党中央版本加 N 就是说每一次新的发价书来的确会有一个审查程序，但我们那时候有讲说审查程序不能像现在一样搞得旷日费时。好，当然会有更快程序希望通过。OK， 现在不什么？第一个徐小新知不知道8000亿要买什么？一定知道嘛，不然他会提8000亿的版本。8000亿不是市场喊价啦，8000亿就是。国防外交委员会他们所知道的项目，除了3800亿已经公告的部分，还有些没公告，我们不知道。徐小新知不知道？所以才会有8000亿的版本嘛。而另外的所谓的为什么只有8000亿？因为那个部分叫做直接武器的采购。另外商购
跟所谓的在地生产，也就是说自制的国防军工产业，尤其无人机这个部分纳入一般预算，这是徐小新版本的最重要的精神。这个版本连民进党人说，这可以来谈，因为有部分的预算我们纳入一般预算嘛，那至少美国要卖给我们的，我们赶快先去通过条例，而预算可以来自导第二波预算的时候，如果发价书来的时候，我们第二波预算才能够直接拨预算赶快买嘛，才能够排队成功嘛。这个美国已经答应我们买的8000亿要先保住嘛，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徐小新版本。现在国民党大部分立委为什么支持的原因嘛，而郑丽文为什么要坚持回去3800亿加 N， 还说什么党中央决定他是党主席委员，他自己都说过党团自主了，那现在党团自主到底有没有效嘛？他还说国民党的所有的立委大部分支持3800亿加 N， 19:6是怎么来的？19:6怎么来的？你郑丽文说明清楚嘛，这不是我说的，是赵安说的，有19:6嘛，一定有内部人讯息说，在党团会议开会的时候，大部分的立委是支持所谓的8000亿的版本嘛，所以国民党你们自己内部人、自己的立委都说服不了，你怎么说服民众？8000亿、1.25兆、3800亿不是市场喊价啦，一定是根据所有的项目嘛。3800亿很清楚是已经公布的，没有公布的部分我直接讲啦，就是4200啦，等于你讲的啦，加起来8000亿啦。商购的部分，所谓的在地生产的部分可以列入一般预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虽然说不出项目，但是我们都知道它背后的原则是什么嘛。所以只有国民党内部还不知道，只有郑丽文不知道。不过现在看起来，好了，我们这里面唯一参加过立法院里面包括国防外交机密会议的，然后还有就朝野协商的，就 Thank you， 好，来 Thank you。其实今天算郑丽文大获全胜嘛，因为本来大家在觉得今天党团会被表决，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国民党这么不喜欢表决，表决以后就会分裂，为什么表决一下就会分裂？那立法院也不要表决啊，那就大家表决完以后，立法院。好，反正立法院大概本来朝野正当时间大概就是这样，是因为这个样吗？就是表决现在看起来不能表决，表决会分裂，为什么？那因为本来大家都觉得今天如果要表决的话，3800还是8000，因为明天就要朝野协商嘛，总是要拿个版本出来。因为如果明天要是再没有结果的话，再来5月14号，那川习会以前看起来就是没有什么机会啦，它会变成是这样。可是如果今天照这样下去，有没有一点像人家讲啦，狭路相逢勇者胜？两个人都把油门吹到底，直接对干。在最后那一刻，国民党加码派方向盘转过去，好了，讲好听一点，因为明天留给韩国院长一个能够协商的空间，也就是把事情都交给那个男人。你明天看着协商吧，看看该怎么办吧。我们就是3800亿加 N 等于8000，这是要说服自己，还是要说服全国的民众？东方人如果要读一些历史故事啊，可能大概最有名的就是三国跟战国啊。哇，那个听起来都很精彩啊！本多忠胜听起来跟吕布一样厉害，织田信长听起来跟曹操一样厉害，可是其实规模不一样。那战国那个打起来一张，有的时候合战几百人而已啊。对，那三国时代打一场大的有几十万人啊，不得比啊。但听起来都是一个人民一个事件。那今天在台湾发生的这个国防预算的军购案，是台湾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在美中现在的对决之下，这是其中一个事情。这不是第一个事情。所以现在背后的引武者，或者说背后对于这件事情相关的利益相关的这个国家，他们会看，你们的态度现在是怎么样？现在背后的引武者，或者说背后对于这件事情相关的利益相关的这个国家，他们会看，你们的态度现在是怎么样？那在美国跟我们待会可能会聊到的这个赖清德总统出访非洲相关可能某种程度的也证实了说，没有问题这个我们双方的信赖度还在。那另外一边呢，郑丽文也透过出使这个习近平，这个叫政习会也让习近平了解到，我们台湾还是有一群人支持中国其实这是台湾民主可爱的地方。怎么有办法在两个极端大国在对决的情况下，好像同时说服了两个国家？可是这样子的两面取巧的手段它自然就会在内部产生矛盾嘛。
那在国防军购、对美军购这件事情就产生重大的问题。以我的立场，我当然支持一套完整系统1.25兆的军购案，因为我们的理想状态，如果你真的知道，或者是说你去看这个整个采购方面，以及我们过去其实在这一次采购之前，甚至4年、6年之前，我们大概就知道这次采购它要的一个怎么样的系统性是什么。为什么这一次它要出一张说明书，上面写台湾之盾加速急杀链飞鸿产业链？它的终极目标啊，是像那个阿波罗13号登月的时候，我们看到 NASA 的那个休斯顿中心，那个中心里面上面会一张战场地图，然后大家自己有一台自己的电脑。以前作战是我跟你打打杀杀，碰到才会输赢，后来变成我看到一个杀一个。现在是呢，还没看到你就不见了，所以它会变成一个整个系统化、现代化的一个战场。那包含了无人机的蜂群攻击、无人艇的狼群攻击，各种海陆空层面的，然后还要再考虑，我这样子照，我雷达可以照很远，可是地球是圆的，我照到几千公里之后，我要再往下照，我要再高一点，它那个才是现代化的武器的逻辑，所以。它必然会有一个状况，就是它需要系统化。什么叫系统化？以前是战车是战车高射炮是高射炮开飞机是开飞机嘛。可是当它变成 AI 的联动的时候，它就必须要是能够在一个作业系统里面完成的。所以呢，如果今天把这一些什么加速急杀链飞鸿产业拆开来，由国民党讲的，我们拆开来买。那拆开来系统要不要重做？拆开来谁负责衔接？拆开来谁负责品管跟后续的客服？你不可能拆开来之后。你今天装了 A 厂商的水龙头结果用 B 厂商的滤水器结果滤水器坏了，你叫 A 厂商来修， A 厂商理都不会理你，好不好？我卖水龙头，你叫我修滤水器可是水从你那里出来那个厂商看一看，可能会建议你看医生比较快。国民党现在在争取的这一些，就一直都是断章取义式的，遇到一个问题回答一个问题嘛。所以今天逻辑是这样子，今天我跟冠廷表白，冠廷，你愿意跟我交往吗？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了，对不对？冠廷说，你如果存款有100万，我再考虑看看。我这一年认真奋发向上，又工作又存钱，每天3餐都去吃爱心便当，好不容易存到100万。冠廷，我现在有100万人要跟我交往吗？冠廷说，你去留个长发，我再考虑。3年来我胡子都不剃，然后眉毛也不刮，好不容易留到长头发，长发及肩后，有够迷人。冠廷可以跟我在一起吗？冠廷说，这个你如果再改个姓氏或者是什么样，又开其他条件，你考上律师再跟我考虑。他根本就不爱我嘛，哪有那么多条件？那郑丽文现在不是这个状况吗？一下子说民进党会贪污，一下子说这个数字又不一样，一下子说美国没有发下数，一下子说我不要空白授权，不要就不要，哪那么多废话？今天习近平问说，郑丽文你有什么郑丽文主席你有什么特长？你废话特长啊，每一句废话都超级长的。所以今天的问题是什么？要不要国防嘛？背后的逻辑就是对美关系跟对中关系的选择嘛，就这么简单。那其实根本也没有那么复杂。那今天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就是你要阻挡。那国民党的问题出在哪里？我跟一个国民党民党真的郑丽文这样弄你都不怕？不会啊，我现在都叫支持者看年代我都叫他们看谢振武你们才会帮我骂中生代的软弱就造就了郑丽文的嚣张啦。国民党抗议，你这国民党不是10几个立委在那边不什么民意有问题你们自己有谁举手出来讲过？除了韩国也在那边老牛你们其他有自己出来讲过？你们那些要投8800，你自己不会回头讲郑主席耍呗郑丽文看起来有伤吗？郑丽文看起来连6陪都没有，好不好郑丽文前面还有4个副主席，好像还有文传会系统，对不对？到时候你们要攻击我，那赵少康再骂我叫云乃馨跟他打然后还有立委要骂我叫傅昆萁去挡，他关卡都已经设好了。国民党的立委现在跟那些赞成8000万连出发都没有出发，他们唯一的反制方法就是叫他们看叫他们看那个绿色民叫他们看卓冠廷讲话看苗博雅骂软送他们私底下办公室现在他们那个台都说不定在看我们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国民党长期的地方经营已经陷入一种人好的状况，他们已经很长的时间没有政治理念的思辨跟辩论了。你叫郑正前坐在这里跟我们辩论，他知道他要讲什么吗？现在是要讲暴力讨债还是外戚移空你叫傅昆萁来这里讲，你要这样讲，他们早就不知道怎么讲了嘛。所以遇到一个从民进党，尤其是从这个思辨派出来的郑丽文，
你可以想象哈，他们但凡有一点意见，你要想象蒋万安如果要吐槽郑丽文，那就他嘴皮才刚动而已，郑丽文已经骂他3句了。所以整个国民党就呈现一个我不知道怎么办啊，主席说好啊，傅昆萁叔叔说好啊，不然就算了。他们有心要处理军购吗？他们哪有心处理军购？那一些支持的柯志恩，因为高雄陈其迈做得太好，每个礼拜下去观光嘛，每个礼拜都在玩啊。然后李彦秀、韩国瑜、江启臣这些亲美派的都躲起来了，谢依凤还有空加辩呢，谢龙介有空拿枪啊，每个人都在忙其他的事情，哪有人在关心军购？国民党自己放弃的，那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但是台湾两边的亲中亲美政党，这个互相之间都能够采取他们自己的这个互信程度。不过我要讲一件事情啊，老美透过这一次透过很多事情来理解台湾政局的状况。可是老共啊，他即便看了郑丽文他们最新的分析，他们也不相信国民党真的跟他们可以就是国民党是可以信赖的。那这样子继续搞下去，你真的觉得对国民党的未来会是好的吗？所以现在为止，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其实就一直以来，我甚至可以讲是从中华民国建国以来。就一直是国共之间的事情，那个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坚持这些议题，从来没有一天一丝一毫一分的改变。可是问题是国民党一直在变靠经，那个主席讲一套，总党总召讲一套，立委又讲一套，接下来媒体又跳出来讲一套，接下来立委没有那么多时间，你们不要一天到晚在讲废话，就要，不要就不要。所以现在为什么大家会去猜是不是因为川习会？事实上就是，而且中国除了打这张牌之后，还会第二。他的扔头轻骨得寸进尺嘛，他打完这张牌之后发现，台湾牌蛮有用的，他再打一次，打这个要封锁赖清德路线，后来就吃到 gain 了。所以这一些路啊，这只能证明一件事情：全世界都在站边的时候，你要不站边可以，但是两边讨好，你就不要搞到最后变成两边得罪。OK， 张总，现在这个资讯的时代，我们要提供给观众朋友最正确的资讯啊，所以麻烦告诉大家一下。他们党团里面到底支持8000的多，还是3800加 N 的多？他们党团里面到底支持8000的多，还是3800加 N 的多？赖士葆出来跟你讲说，没有啊，8000的就是多啊。柯志恩刚才那个表情，大家也都知道。然后我们在媒体上看到说，如果算一算的话，那国民党支持8000亿的大概有26个，可以点得出来。你上次在节目内也有讲到，包括还有人直接跟你说的，他被列在那个3800亿加 N， 可是他跟你说他支持的是8000的，可不可以传告诉观众朋友讯息，就到底那个真实讲？因为当郑丽文主席直接出来告诉你，8000的就是少数，所以现在逼得好，那个另外一派也好，赖士葆他们叫加码派好了啦。现在看起来，本来都以为今天加码派会，不是，这些委员也不是初茅庐的吧？赖士葆多资深啊！你讲徐小新、罗志强这些，哪一个不是能言善辩的啊？现在像刚刚3个他们讲，现在为什么大家都没声音了？郑丽文从你说6万多票当选主席到现在，已经在国民党真的树立起了不要质疑主席威信的这一块了吗？以后就是他说了就算，以后国民党就是这个样吗？当然，你说立委到底何方多数哦？其实4月29号不敢表决就告诉你了嘛。今天不敢表决也告诉你了嘛，就很清楚，党团派跟党中央结合的没有把握表决会赢嘛。如果表决会赢的话，那现在就表决。那如果加码派为什么就不敢？就大家表决嘛。上一次4月29号就有喊表决啊，就不表了。那傅昆萁不表了，就走了，散会啊。然后今天呢，开个会，我告诉你，等一下要去投同意权了。对，大家就去投同意权就不开了。他就不表决嘛。那不表决，你票数你很难去算它嘛，那仔细看一下，其实。当天说19-6嘛，那如果真有19个人发言，19个发言，我敢保证，如果52个全到位，19个人发言的话，投票一定过半。因为有很多人看到19个敢冲的时候，后面就有人敢投了，他不一定会讲话，他会敢投了啦。上公，
请问一下，堂堂中华民国立法委员，为什么有不敢的？我弟说，我不过就是要表达我对这2个案子，我要支持8000亿或3800亿。为什么看起来国民党这些委员每个人刚讲，要不就从来都不太敢在镜头前面讲话，要不然就你刚刚说的，他要看着有19个，有人敢冲了，赖士葆你敢打头阵了，好，那我在后面也讲一句好了，或是我在后面跟着举个手，然后不要拍到我的脸，大概这样。为什么？因为过去只要对抗党中央，你会发现深蓝的群主是怎么围剿他们。所以他们有点顾忌那个深蓝的外交，尤其是什么大罢免过后，其实他们看2028，某种程度上都有担忧，你的深蓝、你的基本盘的票能不能动摇？然后被围剿，他们会怕，尤其是那些少壮派。所以那现在有韩国瑜在顶着啊，因为当纪凌莲把韩国瑜骂了，然后讲这个以后，那只要有韩国瑜顶在前面，这些人大可以表达他们的看法。所以你就听到说今天的党团大会激辩嘛，那大概激辩就是主张8000亿的，现阶段在党团大会越来越敢讲话。如果8000亿都不讲话的话，那何来激辩之说？那激辩嘛，那当然现阶段为止，我表决没把握，我就以拖待变嘛，因为我要人马去运作啊，要那个支持8000亿的转向啊，那我一时之间拿不住啊，我一时之间没办法让你转向，我就用时间换空间嘛。但刚才说到说是不是等政协会后参席会有参与联席会审查这一个案子的立委私下说，参席会以后才会过啦，这是郑丽文主席的意志啊。这个是从立委私底下，国民党立委吗？对，国民党立委私底下立委亲口讲出来的话，参加联席会审查的，就外交跟财政委员会共同审这个案子。参与联席会的立委讲出来的，私下他讲出来的，那就知道当时在审的时候，外交跟财政委员基本上都是有被事先怎么安排，要不要进这个委员会审这个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嘛。那韩国瑜为什么会被请出外交委员会？因为院长都不会去嘛。然后保留一个江启臣嘛，然后财政那一边多一点人嘛，2个加起来初审，我们不会输嘛。所以已经有立委私下说了，然后我只能说这个。赖士葆出来讲了，那柯志恩不分区立委啊，他都讲我们的认知，那个主席的认知跟我们有落差。上公，如果真的拖到川习会后面，那对于国民党，包括今年年底的选情，会不会有影响？柯志恩他们那个，包括他的表情，包括赖士葆这2天甘冒，好了，我只能用这样，我都不懂为什么会用这个词，甘冒大不讳，然后直接对着镜头要讲出这些，是他们会有点急了吗？他们也担心，如果真的拖到川习会以后。然后真的对国民党整体的选情或形象这些会有影响吗？我觉得有些立委是想要尽速处理这个问题啦，不要陷在这一个泥淖之中。因为一直在这边讨论这个问题，每讨论一次，可能国民党内部可能就会受伤一次。然后韩国瑜没那么脆弱，我们当然知道韩国瑜没那么脆弱，铁板一块啊，纪凌莲踢下去是你党中央受伤啊。那你踢下去以后，你会发现，党内似乎好像有很多人越来越敢讲话。很多人突然发现一系深蓝的那个社群媒体里面，挺的是韩国瑜，不是挺党中央。那大家是不是可以试图讲话？如果一旦讲下去不被围剿，那声音会越来越大声，会越来越大声啊！当然，可以看得出来，很多人没有讲任何话，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啊，就好像党团内部，总是有人会问一下，你挺什么？你挺什么？你挺什么？再讲一句白一点的话。请问你4月29号的人数到底怎么统计出来的？几席长这个，几席长那个，我们都知道嘛。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在听嘛。他讲什么？他讲谁记忆力好到19+6，总共
25个的人民都记得下来，谁记忆力好到那个地步？跟你讲，就有人在那边记嘛，不然怎么会出来人数跟人民呢？上一夫，对啊，不然8000，我问你，怎么出来 Thank you 19,000？不然怎么会出来19跟6？然后呢，人民陆陆续续出来，然后第一波出来的名字里面可能有出入，还被修正，说没有啦，他们不是那样，他们讲的是尽快决定，没有选边站什么，还修正过。那请问你这名单哪里来？然后19-6丢出来是党中央难堪，还是8000亿难堪？那当然党中央难堪啊。那你就可以猜得出来是谁在气了嘛？丢出来是党中央难堪，还是8000亿难堪？那当然党中央难堪啊。那你就可以猜得出来是谁在气了嘛？是哪一边的人在气把它丢出来的嘛？告诉你说不对，就是我们在党团里面支持8000亿的是多数，并不是党版。也就说一句话，也没有党版啦。党版是3500亿啦。OK， 3月5号的时候，党团大会把它改成3800亿啦。也没有所谓的党版，你党版就已经被党团改过了。那今天到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明天协商怎么办？其实韩国瑜有没有能耐？我今天讲一句白一点话，没能耐。我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我为什么这么说？签字。傅昆萁不签呢？傅昆萁不签，没有朝野协商结论呢。没有结论呢。那关键就在于傅昆萁签不签嘛。好，那这样说好，那这样子好了，我们签表决好不好？不签那个好不好？问题又来了，你硬要表决是不是？现在是初审通过哦，你要表决要到2读哦。要到2读哦。然后我同意表决，我不跟你写什么时候表决，2读我们再来程序委员会厮杀，你过了就送院会啊，送院会以后，对程序委员会就算民众党啦，因为9-1嘛，就算民众党支持国民党，到了大会里面，你民进党、国民党说没有，我要变更议程，那你民众党再挺下去，你才有机会赢哦。所以如果国民党反过来跟民众党在协调过程当中，如果说暂缓，程序委员会不排，就算要表决也表决不了哦。所以你看那个立法院的那个关卡有多少关？不是我协商不成，因为超过1个月可以送表决，表决还要透过程序委员会排到院会去，所以你程序委员会还有关卡，你到了院会议程会不会被变更，又是一个关卡。那除非你民进党、民众党这8席没有跟国民党站在一起，没有站在一起，你还不能投弃权哦，因为你投弃权，院会国民党还是多数哦，全员到齐的话，国民党是多数哦，所以你说他关卡有多少？然后这些关卡，里面是韩国瑜可以控制的吗？未必哦。如果尚公刚讲那样的话，看起来在5月10号川习会以前，前途多艰，应该会是这样。大家没有？郑丽文的底气到底是来自于哪里？然后包括讲到现在的，如果韩国瑜，如果今天大家都不做出任何一个，那反正交给韩国瑜明天协商。照尚公刚这样讲，那协商大概也没有什么，只是从当初纪凌年讲了韩国瑜以后，一直到现在，本来都以为韩国瑜挡在那前面。韩国瑜那时候不是讲过，包括挑灯夜战，包括什么这些啊，结果现在呢？现在看起来什么都没有了。对国民党来说，这一仗他们到底得到了什么？五哥刚问郑丽文的底气，很简单的嘛，郑丽文没有要选举啊，所以台湾人怎么看他，对他来说不重要。但是他说他要扛就是有压力，有什么他帮你们扛啊，一定扛啊。对，这维尔是今年要选，然后立委是跟总统一样，2028要选，他的意思是说我帮你们扛啊。郑丽文一定扛啊，他哪次不扛？嘴巴扛而已啊。
对不对？郑丽文他就是专门做 lip service， 就是都用讲的，都用讲的。哎，我们和平嘴巴讲的嘛，对不对？和平不需要这种军购哦，我们嘴巴讲，握个手就和平了。哦，你们国民党选举压力对不对？来，我郑丽文主席一肩扛起，怎么扛？我一肩扛起，你要扛什么？我一肩扛起嘛，不然呢？我现在是主席啊，不是我一肩扛起还是谁？这就是郑丽文厉害的地方。他的一生当中，你看他做政治杠杆，全部都是在买空卖空嘛。对不对啊？这个一张嘴皮哦，年轻的时候很厉害哇，这宣讲台独的时候，好像这个台独少女战神这样子啊。然后民进党栽培他，给他政治位置之后，后来啊也是嘴巴惹出事情嘛。这个指控随便没有证据指控人家，退出民进党之后，还是靠着他的3寸不烂之舌，在蓝营当中获取很高的支持啊。一直到他选上党主席，那个时候。当主席竞选，我还听很多人讲说啊，没有啦，国民党派系这个怎么样啦，他没有掌握啦。结果1大于5，一个人得的选票比其他5个加起来还多，也是他的3寸不烂之舌说动了6万党员嘛。所以郑丽文呢，他是台湾政治里面也算是一个奇葩，异军突起。他靠着他的这个口才，四处抓了6万的国民党党员，杠杆了52+2席。再加8席白的62席立委，再拿这62席去杠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习近平主席，这个是他厉害的地方。那刚刚各位前面在谈军购，谈了很多细节，包括这个到底要买什么时间点什么，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郑丽文跟国民党内非郑丽文派，现在他们只是在做一个各取所需的演出，他们并不是真的对于军购有什么理念上的坚持哦。我请大家先做一个思考，换位思考。如果你是习近平，你现在的 Plan A 是什么？如果你是习近平，你现在觉得你能够在这个局里面争取到的第一个目标是什么？我认为习近平的目标就是把台湾军购的进程拖到川习会之后。因为这对于习近平来讲，这就是他可以作为川习会的一个主题嘛。他要去跟川普谈判，大家有看川普以前年轻的时候写一本书叫做《Art of Deal》，交易的艺术，里面就有提到啊，你跟人家谈交易的时候，你手上筹码越多，要谈的事情越多，更可以交互运用嘛。习近平现在就是这样，如果今天一定 Michael Jordan 要进球，什么时候进球是最好的？比赛结束哨声响起之后进是最好的，对不对？时间拖过了之后，进球的意义已经大不相同。对于台湾来讲，去年底政府就提了这个军购条例，如果按照一般程序审，其实现在条例早已审过，预算都编出来嘛，发价书签了之后，我们可能在明年就可以拿到我们现在买的这一批。但是如果这一直往后拖到川习会之后，甚至出现变数，我们货装的时间可能会从原本预计的明年变成后年，甚至呢到2028、2029，再往后拖到2030年。这个就是符合中共的大战略啊！只要这一个拖字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再回过头来到我们的立法院里面，我们立法院发生了什么事？我认为从去年底一直到现在，唯一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拖，10次不给立案嘛，这是拖嘛，拖到最后民意的浪潮来了，不得不复委之后，现在的3800加 N 跟8000其实也是拖啊，因为这两派都说不出来。这两个方案到底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它是一个金额嘛，但是3800加 N， 他说啊，你加 N 可以加无限大，你可以加到很大啊。那，这个里面我们唯一看到的结果只有什么？立法院审议军购条例的协商，一次又一次再往后延后，一下子本来说要协商，后来政习会延后了，好不容易政习会结束了，开了协商之后呢？徐小新丢出8000，傅昆萁说：“这个没有8000，再谈，又往后拖了。”后来国民党党团大会里面，现在大家在吵谁是多数，谁是少数，赞成了多少，反对了多少，在那边点名，持续在往后拖啊。所以在我看来，这有点像是小时候国民党给我们看的京剧，有没有？京剧里面的打戏哦，它是怎么打？旁边锣鼓喧天，马艾斯在旁边有音乐，然后2个武生在上面，哇！这个翻得好精彩啊！这个身段都好漂亮啊，但实际上连一拳到肉都没有。
个翻得好精彩啊，哈，这个身段都好漂亮啊，但实际上连一拳到肉都没有。这个就是我认为现在军购条例在立法院里面的实况，3800跟8000都是嘴皮子高来高去，根本连一拳到肉的都没有。然后呢，在那边讲到怎么样？现在进入5月了，川习会要来了呢，到时候如果川习会生变数，国民党责任外包，哇，你看那个都是川普反反复复说话不算话，对不对？然后呢？对于习近平来说，他的 Plan A 即将在这个拖延当中实现，所以我认为大家应该要看懂这个局。其实数字多少，它当然重要，可是最至关紧要的、最要命的是，我们货装的时间，其实随着条例的延宕，一直在往后拖。全球各大军事智库都告诉我们，2027年开始，中国有很多新的武器、新的部队不断的建军。台海之间的军事实力，中国想要把我们甩开，那我们要如何不被甩开？就是27年、28年开始，我们的建军计划里面，该货装的要按照时间货装。然而，这宝贵的时间，现在是国民党的拖延。你们现场来宾有没有人告诉我？郑丽文说，请大家叫所有人不要去质疑党主席的威信。如果因为国民党大部分是区域委员嘛，还有今年年底要选的嘛。还有冠廷讲出来要有想争大位的嘛？那这些人如果就算没有照着质疑了党主席的威信，到底会怎么样？所以才有开除韩国瑜的问题嘛？那但是他不敢开除啊。我觉得有一个案例不敢开除韩国瑜，但是徐小新你看到8000亿就收回来了。我觉得大家都在看一个人，谢依凤的遭遇，他是彰化最强哦。他是彰化民调最高，而且他的家族，对不对？虽然说，谢家说现在不要让他选，但是这有个神秘力量啊！郑丽文一句没收初选，他就被没收到现在哦。那你想，那些国民党的立委，每一个台中的立委，每个都在想，也许有一天我选台中市长；台北的立委，也许每个在想，也许有一天我选台北市长。那现在遇到郑丽文这个，他们每一个都想着说。棒打出头鸟，我不要当那个出头的。这是国民党里面刚三 Q 讲了少壮派的氛围啊。对啊。我觉得讨论5哥这个问题之前，要先量化郑丽文现在他的威信到底多大。我稍微讲他现在多大的状态给大家听就好。反对郑丽文3800亿版本的有什么人物哈？韩国瑜就不用讲了，韩国瑜这个是选过总统啊，现在立法院长嘛。2024年代表国民党选总统的侯友宜，侯友宜态度看起来是支持1.25兆，选总统3%嘛，选副总统的，赵少康，2024选总统的，选副总统的，2020选总统的，2016选总统的朱立伦，这里有一个人比3届国民党选总统的加起来还要大，这够大了吧？还有一个2028年有可能选总统的卢秀燕，对，所以全部最后一个原因嘛，所以我讲我的解读，有国民党任何一个不是英雄，超级天王天后能够大到比过去每一届选总统人都来得大，那有个就不是党内嘛，他那个是习近平嘛，OK。西方神秘力量，对，没有啦，我只是简单讲，立法院里面他们的对抗不是郑丽文，他们连傅昆萁那关都过不了了。傅昆萁跟郑丽文结盟嘛，所以比较核心的问题会变成是傅昆萁为什么这么听郑丽文的话嘛？那还是得到一个答案，就他们两个后面有一个更大的老大。OK， 喂，这会不会很为难？不会吧？不是，因为我觉得郑丽文主席他在那个访问的过程当中是说军购案版本的差异，并不是党主席之争或党主席的这个延长战，所以他的意思是指说这个党主席的威信他一直都是维持着，但是军购案的确内部有不同的版本跟不同的想法。那另外我也觉得的确回到区域立委，每一个都是自己这个偏守之主打出来的哦。那但是我觉得以我们目前国民党我们现在的共识就是我们不希望让社会或让我们支持者觉得说党内有分裂，或党内有互斥，或等等。所以你看，即便现在媒体讲，不管3800亿加 N 或8000亿，看起来好像很多人支持反对。我们举一个人物嘛，8000亿是徐小新委员提出来的代表人物，他的脸书就直接讲了，最后不管版本是哪一个，他都会照着走。那就是党内就很清楚的就知道，我们现在的确有不同版本在挣扎啦。那在挣扎过程当中，不管是郑丽文赢，或者是党团这个其他青壮派赢，最后大家还是会以那个版本为主，不会有其他的争议。OK，
可是这整件事好，你说明天就是朝海协商嘛，那大家就看着朝海协商对韩国院长来讲，这到底该怎么样翻江倒海来处理这一段这牵涉到台湾的国防啦、台湾的安全，那大家当然会瞩目。另外就是中华民国的外交，对，真的一直都非常辛苦。赖总统这次今天赖总统回来了 ，OK， 那这次呢搭了史瓦蒂尼的国防的专机，然后这次也是搭专机回来，然后回来呢，那赖总统也开了记者会，让你先看一下，来。我们回来了，从5月2号出发，到今天5月5号回到台湾，历经了84个小时，来回25000公里的飞行，我们圆满地完成了这一次拜访友邦史瓦蒂尼的外交任务。我身旁这位女士，史瓦蒂尼的副总理扎杜利女士。亲自陪着我们数万公里的航程，副总理女士，你是航空版的温馨接送型的最佳女主角。这一次行程的一度受到阻挠，反而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和意志。我也要借这个机会感谢所有协力，让这次任务顺利平安的所有理念相敬有盟，我们会继续努力。台湾加油，天佑台湾。Thank you， 协力，然后所有的友盟，这次的路径跟所有那些大家也在看，包括回来的时候媒体报道还特别避开了，就是上次取消那个就是许可那个飞航情报军那几个国家。这次过程有什么最特别可以跟大家讲？我认为这一次整个过程里面有一些我试着把它拟人化。最辛苦的应该是总统府幕僚。因为当非洲那边确定不能过去的时候，他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判断能不能去。那他必然会有很多大量的外交工作要做。因为他等于是一个计划临时案。我5月2号本来说要去嘛，我5月2号突然跟我讲不能去之后，我要在很短的时间确定一个新的方案。这并不是像我们出国改机票那么简单。它有这个安全的问题，有外交的问题，有飞航的路线的问题，甚至是方式的问题、宣布的问题、保密的问题。所以这一段时间幕僚一定有很大的压力，而且有很大量的沟通。那总之至少在曝光那一个瞬间，就是赖总统在非洲挥手那张照片一出来，我们确定一件事情：目前这个看起来最高机密的安全层级，目前应该是没内鬼啦。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一起同时间看到的，不像上次有人去日本网易传说，我跟他有听人讲。那不过那是日本那边讲的，那也是另外一回事。那第二个呢，我觉得美国他们跃跃欲试，因为从整个过程里面都看到他们的痕迹。美国媒体大量的报道，细节的陈述。大家可能不知道美国在全世界，我们在看地图的时候，你只会看到大大的绿色、黄色的土地跟沙漠，还有蓝蓝的海洋。可是呢，其实，在那蓝蓝的海洋里面有非常多的小岛。比如说这一次我们就有经过一个叫做迪亚哥加西亚。我甚至都不知道那个，我听了我都以为是人名，但它其实是一个在印度南方的一个岛屿，上面有美军。一整排的。比如说冲绳。那我们因为离我们近，所以我们知道，对欧美人士来讲，可能他就要先理解完日本历史，最后才会理解到上面有2个美国的基地，还不是1个。所以他美军的布置在全世界他其实他很跃跃欲试。我从他们的这个新闻媒体跟释放出来资讯，我可以感觉到那种压抑不住的兴奋。为什么？这一张图是美军，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分战区嘛。中国又把他们自己国家分成什么东部战区、西南战区干嘛的嘛？然后一个战区对付一些国家嘛。人家老美是把全世界切成战区啦。这一次的飞航经过2个战区，这个地方叫做非洲战区，这个地方叫做中间战区Central Command 主要是指中东这一块，伊朗还有巴尔干半岛大概是在这。这个叫做印太战区，它这一列的飞行就势必要经过这3个战区的防御。我们刚刚讲的迪亚哥加西亚的岛屿就在这里，然后这下面还有一些看不到的岛屿，什么法属的群岛，可能是西属的群岛。那你知道在美国在中国如果他的空军在监视这一块
赖清德总统所搭乘的专机这个飞行路径的话，他们可能会用什么方式？我猜测啦，但是他们不会承认。你飞在3万英尺嘛，我刚好在2万英尺演习。所以你知道，对中国的空军监测来讲，他就看到中华民国国旗，总统啊，然后还要马赛克，因为他们不能看到嘛，看到那台飞机，赖总统在上面，怎么会有美国的飞机在下面？先吓一跳，飞，又有澳洲的，飞，又有那个法国的，德法美日澳英8国联军的那个后遗症、恐慌症都跑出来，你知道吗？看一大堆国旗啊。那个看到最后都要拿一张国旗列表在那边对这个是印尼，这个是菲律宾，所以他这一段的地方啊，你知道老美要证明什么事情？他要证明你可以封锁这3块，这3块以外都我的，这3块以外都我的，听得懂吗？他这一个飞过去的时候，这里的美军基地，这里的法属的基地，一直到澳洲，他等于是点点都有人接驳，然后透过路过的方式。来做伴飞的任务，但他不能讲伴飞啦，当然，好但是这一段就过了嘛，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有土地的领空了。那当然这一些我们说东南亚国家跟美国关系比较好，透过经济的辅导或者是战后秩序的建立，那等等的，但是呢，更重要的事情是这一块地区啊，印太地区就进入美军的重要部署，这也是重返亚洲战略。在安倍金山跟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就再次强调，所以我们有前所未有的强大火力在这里，即便是美伊战争正在发生的过程，所以我们有全师Boxer 这个叫2栖的征收艇，它可以提供甚至是怎么样，飞机遇到故障或者是袭击的时候的降落，的海上降落跟救援能力。然后呢，有 P8A 的反潜机在南海与巴士海峡不断的去找你们的潜水艇，所以在整个飞到有陆地的过程里面呢，你可以想象我们飞航的时候，看出去一片大海，就是我们还在大洋之中嘛。那看过去有看到有一些建筑啊、小岛啊，那表示我们在某一个国家附近。所以在整个飞到有陆地的过程里面呢，你可以想象我们飞航的时候，看出去一片大海，就是我们还在大洋之中嘛。那看过去有看到有一些建筑啊、小岛啊，那表示我们在某一个国家附近。到赖总统进入这列岛之后啊，就进入了美菲这个叫巴利嘎弹，巴利嘎弹是肩并肩演习，就美菲正在肩并肩演习。你知道那个老美啊，现在释放出来的消息，我自己的感受啦，就是。我本来在练球，突然看到隔壁球场也有人拿一颗球，就叫他过来打友谊赛。我们要演练的，我们今天我们军演嘛，我们军演要演习的是敌人来作战，我们需要救援行动或者是我们需要什么前方补给、空中加油，然后什么两军联合美菲如何这个讯号联合。突然有一个人。赖清德总统那个飞机有画一条虚线这样经过，我来讲，你来，我们打球，你当球，你来给我们保护看看。所以一经过这个印尼马六甲海峡新加坡进去之后，进入美菲联训的时候那直接现场怎么样？以战代训起来，就是真实的保护目标嘛。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包含卫星的监控、雷达的干扰。我们说，那没有干嘛干扰？中国如果要的话，它可以锁定。那锁定也要像我们之前讲过，那战机上有 BB 声嘛，他们连锁定都帮你锁定，所以它是陆空到太空的3面立体的一个作战，去保护这一艘的。我们看很简单，就是一条线，它从非洲过来。可是实际上啊。你敢让你的总统自己去楼下什么对面买超商 7-11 吗？你敢国安会都不敢，这个叫什么国安局都不敢哦。那为什么这一台飞机可以这样子飞？它过程里面一定有一个老大哥讲，我来讲，来，你来，你飞最你敢飞啊？然后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回来的时候才知道，出发的时候就知道了，因为。出发的时候时间太短了，而且是一个总统出访的重大行程，用这种很大的模式改变，我不太相信这种东西过去有什么 Plan A、B、C 的。所以这样子的情况是美中的博弈里面，继军购之后，因为坦白讲，军购现在到这个阶段，你问我下一站的那个下一步的状况，老美认为在立法院，在中华民国台湾的立法院里面有这个打赢军购这件事情，它的重要性。
不比他在伊朗断绝中国走私能源以及石油人民币化这件事情来重要。所以他这里要先处理完。而且事实上，川普尤其是共和党，他们已经全世界在针对中国了。那既然你这个东西台湾离中国这么近，他合理的理解就是，我如果要让中国影响变小，大家最直觉的是打中国，可是实际上是从外面包围进来，我最后再处理中国。那么台湾离中国的情况近，所以叫步骤来讲啊，也就是处理中国的前一步，对他来说可能重要性比较低。可是呢，但中国手上他有牌，中国要打俄罗斯牌嘛？俄罗斯看一看，普丁看一看，他习近平敢跟我喝伏特加嘛？或者习近平说不，我戒酒很多年啊，那问印度啊，他打印度牌，印度连理都不理你，还拿石头丢你。他打日本牌，他打那一张牌也不知道到底是好是坏，他打了半天不知道打什么牌，他手上他满手看起来很多牌，只有一张牌写郑丽文。他共产党现在手上面对美国的恐吓，他全世界只有一张牌，就中国国民党没了呢。所以他打一次中国国民党牌，经过挡下来了哦，还一个哦那第二次再打一次中国国民党牌，再打一次打一打。我跟你讲，我还有一张牌，红色一卡通，你有没有看过我中国护照？我中国护照在非洲畅行无阻，网友戏称中国一卡通。于是又打非洲牌，这非洲牌一打，非洲。我老美一看吓一跳，哇！你敢打非洲牌那几个国家是你的，你旁边的海啊、空啊、陆啊，全部都是我的。所以这一次是中国过去想要改变现状，台湾访问非洲友邦的这个现状，他要加压不让赖清德出来。而在最短的时间内，经过最复杂的决策，老美把这个施压的动作给反制掉，而且加码那3个空中是你的，其他地方都是我们的。委员，这整件事情对国民党来讲会怎么样去看待跟解读？因为郑丽文主席，讲话是重，因为讲了包括国际笑话啦，一定要在2028让赖清德下架啦，中华民国才有尊严。这件事情国民党的解读是这样吗？赖清德这一次这个当然是出访我们友邦失望地尼那当然是外交上的突围啦，就是说突破了这老共他这个所谓非常区等等不同的封锁。那当然我的确也觉得我们主席讲话是比较重，但他比较重的原因来自于他当然认为，毕竟是身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出访我们的友邦，那当然是希望更光明正大、更理直气壮的能这样子出访友邦是更重要的所以当然这不能光明正不能这个理直气壮或挺起胸膛的出访，很大原因的确是老共在中间的因素的一个影响嘛。那这个部分我当然认为也应该谴责那当然回到这个国民党内，我们也的确很多人会认为就是说。不能以后每次出访都是用这种模式吧？这次有所谓的 ATA， 那以后哪有每次 ATA？ 那每次 ATA 也会被识破嘛，对不对？这大家都知道。所以我固然觉得我觉得这一次比较多批评还是来自于就是总统他这样出访，他比较隐晦。好，然后到最后这样子，然后当然外交所谓突围成就回来，好像他刚刚说让世界看到台湾，但的确他是维持我们既有的一个邦交关系。但如果有更多的、更直接的一个出访的行程的话，直接的真的互访，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OK， 但冠廷是接下来呢？他讲说，那接下来出访，而且老共势必会有一些其他一些的作为，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样，当然我们就不走出去了或者什么。这一次其实尤其刚那位副总理，那副总理应该是最辛苦的，对，他飞来飞去这些。我先讲可以达成这个目标就是成功的到史瓦蒂尼，然后平安的回来。其实第一个当然赖总统他的决心跟勇气，然后跟国安外交团队的合作，这是我认为不分蓝绿白，应该要给我们所有的政府的这些努力的人一个肯定今天老共是他违反惯例，老共他把中华民国跟我们的友邦之间很例行的互访这件事情，他破坏了这个现状。这个现状是什么？让我们飞不出去。所以我先讲为什么我这个不是纯粹那个最捧总统，也是真的。就说总统如果他没有那个决心说不行，我们到我们的友邦这件事情是外交的惯例，我不能因为老共要封锁我就束手就擒。如果没有这个决心，我觉得后面不会有这么多人帮忙，然后整个国际上面的很多好友。我第二个要强调的事情说，刚才武哥跟大家有提到美国，美国有趣的地方是，国务院罕见的为了这件事情发表2次重大谈话。第一次是跟大家讲说，台湾是国际信赖的伙伴；第二个事情是例行的访问不应该被政治化。所以代表说，我们这一次的动作有取得国际上面其他国家大家的认同，不止美国欧盟发言人也出来讲话了所以这件事情最重要，我讲在国际上面的意义就是老共在破坏
台海以及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世界各国之间关系现状的人。第三个我要讲的是说，其实接下去是怎么样，我们没办法预测。可是我觉得可以确定一件事情是，我们不是去挑衅或破坏现状的一个国家，而我们告诉国际社会，我们就是维持现状，我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那老共他会付出什么相对应代价？包含大家看到这个画面，赖总统回到国门出来之后，跟大家讲说我们回来了。那当然大家讶异的是，怎么那个扎杜立副总理跟着一起来了？为什么？因为自助就会人助嘛，天也会助你嘛。那个扎杜立，这样来回等于飞几趟？他等于来回来去3，再回去要4趟了吧？来回要4趟了吧？那这些事情背后都有很多的努力啊。我举一个例子，其实现在事后回去看这个事情不是临时起意的。大家记不记得当时赖总统被就是4月22号4月的时候，当时我们进不去之后，决定派特使是外交部长林佳龙。那林佳龙部长过去回来大家以为这个行程就结束了嘛，因为特使嘛就代表了嘛。但我今天去查那个新闻，当时他回到桃园机场，在国门媒体问林部长的时候，林部长就有讲，我这趟有完成总统交付的任务。今天这句话我就重新去看后来我们大家也侧面也了解，就当时其实就开始跟对方有在谈这样子的可能性。那直到他们的副总理飞回来，确定了这件事情，再更confirm，然后所有的细节完之后，总统登机，然后飞过去。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要不挑衅，可是要告诉全世界说，我们跟我们的友邦之间的互访这件事情是在稀松平常，而且是惯例。我觉得这个有给国际知道。最后一个回答五哥刚才的问题跟委员刚才讲，就是未来我们要怎么办？我觉得只要我们没有挑衅，我们一直维持现在中华民国本来跟友邦是什么样的作为，那就怎么做。那老共他在过头的打压我们之后，他就会有反作用力啊。你说包含这一次刚刚大家讲的这个轨迹图，这轨迹图，这有趣地方在这里嘛？你看到这一次我们飞过去的路径有经过马达加斯加，为什么？因为飞过去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赖总统在机上，对。可是回来的时候，那就往下绕了嘛，往下绕大概多了几个小时。可是就是我们也有对策啦，我们也有策略。可是我觉得唯一不变的事情是，要让中华民国台湾可以在国际上面继续的走出去，我觉得这是大方向。OK。要让中华民国台湾可以在国际上面继续的走出去，我觉得这是大方向。OK， 未来当然你说外交的战场上面来讲，对我们来说本来就一直都是非常辛苦的。那接下来不管老共怎么做，那我们总是要维持我们的一个外交的空间在。那除了这个以外，今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台北市长蒋万安开了一个记者会，就是针对老鼠的这一块。那先让你听一下相关的发言来。今天我要宣布，接续年初我们做过的一次大清消。我们也将在最短时间再次进行全市府动员，12行政区的大清消，彻头彻尾，一区一区该清消的都来做一次，整理市容，也让民众更安心。另外，我们也将推出鼠类侦防师的措施，民众未来在家户内如果有任何需求，联系我们，也会指派鼠类侦防师来到民众家户内进行各方面的协助。今天我也要借这个机会，让大家看到同仁们防治鼠害全力以赴的身影。向他们致敬，我们也希望能还给他们一个公道。看到没有？今天的记者会是要还给他们一个公道吗？我觉得今天这个记者会算是还给网友一个公道吧，因为昨天王宏维跳出来说这都是人造鼠嘛，王宏维说民进党人造鼠自导自演啊，然后这个昨天环保局讲说这个民众在网络上有这个渲染的情形等等的哈，那可是如果真的是渲染没有这个问题，那市长怎么会去发动全市大清消呢？所以我觉得算是还给网友一个公道了哈。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它的本质其实蛮单纯的，它就是一个公卫跟民生的事件。当然你说鼠有没有办法根除到一只都没有，那是不可能。可是至少不要越来越多，这基本的嘛，不要满街跑。台北市的人口在减少，那鼠口越来越多，这不合理啊，对不对？所以呢，
我们现在台北市遇到问题是，以前大家认为说啊，市场、餐厅、下水道这些地方可能容易有老鼠，这是民众的认知嘛。但现在有很多过去没有看到有老鼠的地方，光天化日之下，白天老鼠在这边活动，这就是问题嘛。我看最近有很多这个生态的专家跟这个老鼠鼠害的防治专家在谈说，这有可能是说因为鼠类的繁殖太多了，所以呢，它有点是外溢效应到它平常不会出现的范围跟平常不会出现的时间嘛。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当然，我们就是要去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鼠类的繁殖越来越多，是哪里出了问题？有很多节点哦。首先第一个是这个鼠类的食物问题，大家去思考一件事情，之前这个台中有出现这个厨余没有消毒干净，所以有非洲猪瘟的问题。后来很多县市说那厨余不养猪，我们台北市现在的厨余不养猪，那这些本来是养猪，后来变成不是养猪的厨余，有没有管理妥当？这个是市府要告诉大家的啊，因为一般的民众他没有办法去追踪全部的厨余嘛，市府有全部厨余的数据啊，他应该可以很容易告诉大家嘛。第二就是我们关于呢这个台北市所有的老鼠，其实呢环保局每年都有在编列预算在防治鼠害而且蒋万安任内编的预算还比以前柯文哲、郝龙斌编的都多。那如果是这样，老鼠随着你越防治，繁殖越多，你的政策上是不是出现了问题？这是他该讲嘛？可我觉得从上周末到这2天，很奇怪的是说，很单纯的公卫跟民生的问题，市府好像要把它转向做个政治题，就是昨天开始说啊，林亮君是不是诱导环保局去投药再 po 文？我看到那个新闻标题，我还想说奇怪，林亮君怎么诱惑环保局？是穿得很漂亮，跑去环保局诱导，我不知道到底讲。结果点进去看，我也看了那个亮君的 LINE 的讯息啊，他就是接到市民陈情，丢给环保局说，市民反映老鼠很多要去处理，就这样，从头到尾没有讲到药的事情。然后后来环保局传那个投药的照片给他，亮君也说这样投好像有点危险啊，可能会宠物吃到什么。结果为什么昨天是做政治处理，说是林亮君诱导环保局去投药？这完全变政治处理嘛。王宏伟讲的也是政治处理啊，那你民进党人造鼠，哎呀，民进党在自导自演，这就让整个局势反而从单纯的公卫问题，这没有涉及政党，变成政党问题嘛。那今天蒋万安出来开这个记者会，讲得很长，我听大致上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提出任何跟老鼠有关的数据，从头到尾你去注意他们所讲的，市府只有讲说2月的时候打1999通报老鼠的很多，3月变少了，所以他们就拿这个说老鼠的变少。除此之外，他们提不出任何关于老鼠的族群跟密度调查的数据。我在这边我就只问一件事情。我们台北市政府每年都有编列家属密度调查的预算，每年都有编列可是为什么到现在市府拿不出任何数据来？你是说今天记者会应该要公布这个？跨局处的市长说中间旁边的环保局、卫生局所有全部一字排开你连最基本的科学调查，你有没有掌握台北市老鼠状态都没有？结果你现在把它搞成说好像一个政党的风向，然后网络上出来，我真的担心我真的担心这个问题到最后市府没有好好去解决，他用政治解决的时候，他走向的一个说铁说辞就会是走向全世界伟大的城市都有老鼠，你看纽约，你看巴黎都有老鼠，请市民不要看到老鼠就po网，请市民不要大惊小怪。我真的很怕最后舆论的走向走到这里的时候倒霉的还是台北市民我觉得这整件事情，当今天蒋万安开记者会，刚才阿苗讲说，包括各相关局处首长都在的时候，是在阿苗刚质疑中间过程有一点是在用政治的方式要去解决一个民生问题，会吗？现在蒋万安出来，为什么会他要出来开这记者会？因为的确在不管是网络上或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照片的这个释放上，我承认有些看得出来，的确在台北市这不可否认，影片都在那边。但有些部分是不在台北市的照片，那有些是可能在台北市，但它的那个年份的数字不对，可能是前2年之类的。
那所以当然面对这样子很多的不同的操作，有一种政治性攻击的情况之下，当然蒋万安回到这部分，他在这个此时此刻是先回答他灭主的方式。那林亮君议员那个部分，当然我认为啊，就是的确，现在基层的环保局的公务人员，他们其实压力很大。那亮君他就是通报说，这个地方有老鼠，我们现在也会接到通报，就是说很多地方民众反映，那我们就请环保局投药。那环保局的人员投完药之后，拍一张照片给他。那亮君议员又问他说，那放在那边是不是不太好？因为好像是双连站这个现行公园的部分，他担心有小朋友到，两方面都利益良善。但的确话，亮君议员有在他自己脸书说，放在这边太危险了。那蒋万安市政府包括环保局怎么可以随便投药在这样子的地方？那昨天我们徐世勋环保局局长跳出来讲的意思是说，投放的位置不是随便投放的，那有中央的指引，然后甚至是老鼠药它本身有苦味等等，比较不会让人家误食啊。那的确，环保局局长在第一线回应议员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一个话题，以及可能有一些政治的意涵在，这我不可否认啊。但的确，因为台北市政府一路以来面对老鼠议题，都呈现一个相对比较被挨打的部分啊，所以他们现在我觉得这样子回应也可以理解，但当然我认为这样回应其实针对议员啊，我认为可以减少。那针对议题的部分，针对你是否正确，那可以提高。我觉得这样子回应也可以理解，但当然我认为这样回应其实针对议员啊，我认为可以减少。那针对议题的部分，针对你是否正确，那可以提高。那回到根本哦，现在到底有没有老鼠的这个争议或者老鼠发生？网络上的确有照片。那台北市政府发言蒋万安今天讲的是一直讲这两天都讲通报数字的下降以及老鼠死亡通报的上升，就代表说前一阵子投药是有用的。但回到根本，不管怎么样，现在就是一个老鼠可能会滋生的一个季节，转热的时候嘛。所以今天开完会之后，今天这个记者会结束之后，那当然也是希望让台北市民更安心。那如果真的有发现老鼠的话，进驻通报，让赶快去做这清消的动作。一正是连那个阿扁前总统都这样，因为他当过台北市长，没错，他还讲了他那个时候的一些的例子。可是这整件事情，我们这样说好了，谁在搞政治？我要讲的是刚才有提到所谓老鼠密度的调查，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么重要？如果你今天要说服市民说没有，我们的处理非常的好，让我们老鼠的数量有减少，不是用通报数字，不是用所谓的老鼠的尸体来去做计算。如果你有做每个月的老鼠密度调查，你是不是可以说啊，我2月有清消过，有下降了，那这个数据就可以让市民安心嘛？这个就是统计数据最重要的一个地点嘛。刚才委员也说啊，现在急着是要灭鼠，所以没有做。这个没有做的事情，你就很难说真的，政治上面的攻防就会发生嘛。蓝的会说蓝的有理，绿的会说绿的有理嘛。民进党就会觉得很严重嘛。那国民党就说，你们看不到老鼠，都是南鼠北送。但是老鼠没有蓝绿啊，蓝鼠只有黑白，有黑老鼠跟白老鼠，好不好？没有蓝绿的问题，包含阿扁的建议也没有蓝绿的问题。为什么呢？他特别提到，他当初的鼠患问题是谁建议他的？他用了一个国民党籍的秘书长叫廖正景建议他的，就是今天终于看到蒋万安终于听了阿扁的话，不是讲不听嘛？你终于听了，开始做12区的分区的清消。因为你的清洁队员，你集中在各区去做环境的清理的时候，人民就会有感，就至少不会再衍生这些话题。到底市府做了些什么事情嘛？另外，你们投药的问题，现在也是变成一个大家关注的问题。为什么会变成关注？重点是你今天蒋万安也说了，投药是最后手段啊！你今天终于知道投药是最后手段了。那前几天你为什么不说投药是最后手段？前几天亮君在提报说有老鼠的时候，你为什么用投药这个手段嘛？而投药这个手段，你现在也要标示地点，表示标示地点这件事情就是所谓的公共政策，不是蓝绿问题嘛，都应该做的。而你今天听了进去，那为什么前几天你听不进去？前几天你要派你的议员派王宏威去讲所谓什么南鼠北送啊，什么人造鼠这些问题，就会引发民众更多的不满嘛，而不会解决真正的鼠患问题。所以还是要讲清理环境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用比较适当的方式，用生态的方式，捕鼠笼也好，或者是荷尔蒙用药来去处理这个鼠患的问题嘛，让环境不会因这个毒药而破坏，因为已经很多人发现，包含很多的流浪狗、流浪猫哦，而尤其是街猫，台湾是一个友善动物的环境，所以很多的街猫，其实你看是流浪猫，其实都有人在喂养，而这些街猫也好，或者是鸟类也好，都是老鼠的天敌，你反而杀不死老鼠啊，你杀死这些老鼠的天敌，这就是会破坏了整个生态的一个平衡，所以还是要说，老鼠药绝对是最后的一个手段。而且你要投放的时候，一定要标示清楚。相公，我们把双北摆在一起，是第一个，因为本来会觉得蒋万安一定是这一次选战里面，对于各县市来讲，他一定是领头羊中的领头羊，他希望能够拉大差距以后，过程当中能够加持其他的一些县市，双北那每一次选战都一定摆在一起。那川博，那今天有一份民调出来，看起来川博不是有这么绝对的优势在。那到底为什么会被拉进？然后包括今天有周刊又讲了川博是不是他们家族的一些事情。可是对蒋万安来讲，当他今天开这个记者会，他是闻到了选战里头，我们可以讲说有那个叫做选战政治危机的味道。如果不这样处理的话，他可能会延烧成这一次对蒋万安在连任上面那很重大的一个危机吗？我觉得，因为重点是人民感受，就是说，人民在抛出来说他在哪里看到老鼠，好，然后在蔓延的社区媒体讯息的过程当中，大家也会问一句话：哎，那市政府到底在干嘛？有没有看到市政府的向来的积极作为？这个积极作为不是说你发生问题你要立即解决，有些事情它就不是可以立即解决。问题是发生问题以后，大家看的是你如何处理。那前半段都是看着好像我有投药，我有怎么样，我有怎么样，就是一种让大家觉得说是你的处理态度是不是就这样了？你看我没有在哪里投药，我没有在哪里投药，我买了多少药怎么样？那人民听到的感受是什么？你好像在随便跟我讲一件事，你有在认真吗？但今天不一样的说，一开始你就看到了所有的环保局人员什么，一开始在各区开始全面性的消毒，然后包括公务局什么老旧都更的整个的环境是不是你们在乱怎么样？然后大批的，其实人民反而变成民进党再继续攻击，民进党会倒霉。你要给他时间处理。但你现在看到的是人民感受的问题。但人民的感受在社群媒体，包括在一般媒体，大家开始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市政府就应该知道，此事不可小觑。我相信你撑了这么久，看到了一些社群媒体以及发酵幕僚看到那些，要不然不会今天要开记者会了，会怕啦。不然你看环保局长我们都是中央的药，我们都是听从中央，我们的今天突然拜会，拜会环境，突然来拜会中央了，你就知道事情严重了，跟中央上面都推给中央或干什么，好像也走不通了，对干也不是有用了。那当然，双北里面，其实蒋万安对新北的选举能够抽出身来去辅选，当然有它一定的效益啊。但是问题是，我们看到的是，你看苏巧慧跟李四川，他现在的整体支持度是39.6比34.8嘛，稍微赢了4.8%，赢了苏巧慧4.8%。但我常说一句话，过去你去看李四川的民调。三个包括黄国昌一起做，他都一枝独秀。今天是看这个状况，因为各份做出来看起来落差不大，那鹿死谁手变成一个问号，变成一个问号。当然，这份民调郑传媒做的同一份民调里面，其实必须去思考，还问了一个问题国民党在新北执政20年，
你对国民党的成绩满不满意？哎，满意的是63.3呢，不满的是25.1耶。但是你看到的李四川的支持度，其实执政红利里面他没有吃到，其实并没有吃到哎。但是你看到的李四川的支持度，其实执政红利里面他没有吃到，其实并没有吃到哎，并没有吃到哎。然后你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在问说你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接近？你的选情为什么会被接近？我觉得很有趣哦。他做了几个原因，一个是你认为是个人特质，还是政党形象，还是家人影响？其实2个最标高的个人特质跟政党形象，因为个人特质是候选人本身，对，政党是哪一个党提你的，对不对？对啊，我记得我之前说过，除了你李四川家人的问题，政党你也要背啊，对啊，你郑丽文的路线你要不要背？你也要背啊，结果这份调查个人特质占30.3%，但是政党形象占29.8%。几乎跟个人特质平哦，几乎个人特质平了。那你就要回想，难道郑丽文的路线不影响吗？一定有。郑丽文当他很大的口吻说“我扛”的时候，请你去看一下那个对国民党主席的信任度跟不信任度，好不好？你扛，这些立委不要你扛。你扛了，对不起，留选票的是我，你口头讲讲。是我在选举，我要面对选票，不是你面对选票。所以你就看到政党形象有没有被影响，有没有成为一个关键影响？你说其他的还好哎，侯友宜施政，李四川被抹黑，李四川太晚，你看这都1点多，结果2项加起来，就个人形象跟政党形象加起来6成，而且是差不多。所以你从这边看。我记得我经常看民调的时候，郑丽文的民调，我经常看他的那个新北市的那个分布，结果每一次新北市你都5-6成对你不满，你要李四川人多好呢？其实还有一个最有趣的是这个黄国昌任副手，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好，这个蛮有趣的。民众党当然70分这样认为加分嘛，国民党有27.6认为减分哦。然后不偏任何政党有25.6认为减分哦，认为加分的15.6哦。然后最有趣的是，其实这份民调年龄层啊，看年龄层哦，他们年龄层不是20到29岁、30到39岁很强吗？对啦，认为有加分的20到29岁是32.7啦，认为减分的是30.1啦，差不多。好，加分也没有赢太多了。然后30到39岁哦。认为加分的是32.5，减分的是33.6，这个数字颠倒了，已经是减分的比例上涨了。然后从年龄层从30到39岁以下，全部是减分大于加分，减分大于加分。那你减分整体是39.4，加分是23.5，那请问你？李四川如何衡量利弊得失？如何衡量利弊得失？我当然不要减分啊。好，那这所有的一些民调，其实川普本来他的那个支持度领先是蛮多的。刚刚还讲到，包括蓝营在执政的红利啦这些，但是现在看起来，那被拉近成这个样，对未来来讲的话，对蓝营在策略上面各方面，你觉得川普应该怎么办？因为川普他现在在新北市市长的选举这个一直不是大家全国非常关注一场这个选举的焦点哦。所以即便川普他这个宣布参选之后，到现在对大家来说，或许会觉得他不管议题上，然后或者是在这个政治攻防上，感觉起来都没有太多人关注哦。没有太多人关注，就造成这个选情看起来是相对比较。我觉得比较冷清的，就以大家表态率来说，那老实讲，这个正传媒的民调，当然这个看起来川普只领先苏巧慧委员1点点哦。
但是郑传培其实长期以来国民党在这都很苦手啊。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表现算不错，而且里面其实有一些重点啊，重点在于这各年龄层，包含年轻人20到39岁等等年龄层的这个李四川支持度啊。其实也在这份民调里面比苏巧慧高，当然都是高一些一点点，对，都高一点了。那所以当然，我觉得整体过程当中看得出来，就是说在这个选举没有激烈化的前提之下，川博目前的这个基底，当然他的支持度当然都还是比苏巧慧目前好一些，但这个差距没有像以前那么大，所以随时发生的一件这个事件。或者是刚刚讲到了国民党，我们这个在这个党中央，包含这个立法院里面不同的政策影响到民众的支持，当然会让这样子一个比较接近的选区的这个选战可能有翻盘的可能性哦。所以这也是这个民调，我觉得对川博提出了一个警讯啊。那他的不管他的人格特质，然后包含这个我们国民党的政党形象，这当然都是要再加强，才能让这样子川博在新北市选举才会比较稳定的一个发展。不管他的人格特质，然后包含这个我们国民党的政党形象，这当然都是要再加强，才能让这样子川博在新北市选举才会比较稳定的一个发展。那个冠廷等一下一次做，因为你在新北，你跟巧慧我看到，因为你跟巧慧之间包括一起要挂看板啦，所有这些。一战刚讲到，如果一件事情出来，也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今天周刊讲的是川博的农地问题，对，农地什么？那个我觉得是这样啦，因为苏巧慧出来讲了嘛，这个川博自己讲清楚会比较好，而且该处理就处理嘛，因为毕竟过去你是副市长，大家不会做这样的检视，而且他这个好像应该是家族持份，对啊，他讲的那是继承来的。那毕竟你现在选市长嘛，我觉得很多过去的选举也看到这样的状况，你像韩国瑜也有嘛，就立刻拆掉啊，大概就会平息这些事情。而川博除了自己家人问题还有政党问题。政党我觉得国民党要有一半的责任另外就是民众党的责任嘛。黄国昌如果做副市长减分好不好？减分，而且那民进党的表态有将近30%，竟然是认为是加分了，但是对民进党加分那不是对国民党加分，所以民进党很高加分，对民进党加分，所以黄国昌未来对于那个李四川他在辅选上面的角色，或者是说你如果真的当选，黄国昌扮演的角色，都会成为所谓的对李四川未来要考虑的问题嘛。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民众党的支持度是值得观察的。民众党虽然在新北市只有9.88%的支持度，但是他的支持苏巧慧的倾向跟支持李四川的倾向跟不表态刚好各分1/3所以这些表示民众党不是100%支持李四川的，而这也是苏巧慧未来的利基，还有李四川如何去处理黄国昌的仇恨值跟民众党选票的问题。OK， 来跟你，我简单讲一下，因为可能委员在台北，然后我在新北，所以我觉得看法有点不太一样哦。因为台北市几十年来在台湾的选举当中，一直都是所有舆论关系的焦点。一个台北市的新闻可能占掉全台湾22县市中的6成，甚至7成。可是新北不一样，新北从古至今从来不是22县市中的焦点。可是这一届我可以讲，这一届跟以往最大不一样，是20年来最激烈、最被关注的一次。我很明显的感受到，无论是地方的选情或全国媒体的曝光。各种的攻防，也许在台北的眼里觉得还好，这一点点而已，没有，在新北已经是20年来最多的一次。所以第一个，新北这次是热的。那第二个我要讲的是说，国民党我总结他在新北的执政大概是这样子，就是说20年来国民党的历任市长在新北的执政不讨人厌，可是国民党现在在新北很讨人厌，因为为什么？从民调上，市长个人的满意度不差嘛，对，侯友宜朱立伦都不算。你说在国民党的包括党中央所有的事情加起来之后，国民党现在在新北所以变成负分嘛。OK， 这当然李四川有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李四川他个人的特质，因为本来我们在议会也常常跟很多国民党的民代互动嘛，其实本来国民党的期待是李四川一来之后哇，然后瞬间之间哇冰冰凉凉，可是到今天为止，我问一个问题就好，李四川到今天为止主导哪一个新北市的议题，而且是正向的，对他选情是加分的，一个就好。我一个都想不到，反而是节奏被苏巧慧的团队带着走。无论是巧慧委员唱唱跳跳在网络上的热度，还是说今天提政见，还是比方说像今天这个他被爆料的这样攻防，就
李四川都在守势啊。那你一个小琉球这个事件，可以搞到今天变连续剧，之前是讲他弟，今天是讲他个人。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李四川接下去要面对的课题啦。我就是说，因为他现在真的是候选人的，那你在这么紧绷的状况底下，你很显然没有吃到国民党的在新北执政久的红利嘛。最后一个我要讲，我今天正传媒这份民调，我有观察到一个指标。李四川如果还认为这份民调他还小幅领先，我觉得他会很危险。因为每一次的民调做下去都会有因为政党支持度的变化而影响。其实我已经观察好一阵子的民调，在新北蓝加白都是小于绿，但今天正传媒这边是蓝加白大于绿，所以相对应李四川应该更有优势一点，可是没有完全显示在民调上面是领先更多，我觉得这个是李四川接下去的劣势。选战当然个人特质重要，可是整体团体战之下，包括政党啦，那各个政策，两岸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多少都会有一些的影响？对国人来讲的话，那刚一开始讲的军购，明天韩国瑜院长要主持朝野协商，那这个朝野协商可能会决定了5月14号在川习会以前到底案子能不能过。好。那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那外交对于赖总统来讲的话，这次突围外交，然后在未来我们的外交环境当然还是艰苦。那怎么样能够包括有我们的外交专员，包括我们的国防能够安全，我们大家看着朝野各政党怎么做，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希望民主妹，我们明天见，拜拜。